不扇巴掌别找我。那下部剧，我现在拍的这部也扇，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了，这么爱看我扇巴掌。六小龄童老师在《西游记》里的猴王出世的那一段，算了，不能再说了，不能再说了。那个先让我听。不算是虐，我不觉得算是一个最大的虐点，但是挺虐的。这公众存我黑料是吧？哎。Hello， 搜狐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田家瑞，在新剧《岳林奇迹》当中饰演纪灵。龙神，季之本做事当世龙神，还不退避。青丘狐鹰，乾坤界灵。吴相月近前来，跪拜我，听与我。这几个角色思考事情的方式、逻辑方式、三观可能不一样，在饰演的过程当中，要把他们几个性格区分开来。知道《岳林奇迹》在开播之前，我们就看到那个什么路透啊什么的这种，就是画面都很美嘛。然后有没有让田家瑞本人发出哇的这惊叹的这种的画面？确实，那个路透很出圈嘛，就是那个祭餐飞天的一个大长裙摆，确实让我觉得哇。在画面里原来这么美。那你心中的名场面 TOP 3会是什么呢？第一个姐妹两个变狐妖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变身确实是让所有人印象比较深刻。听姐姐的。第二个呢，幻境里的那个成亲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名场面。再一个名场面可能就是最后陆一通过时间回溯，不断的去试图阻止这一些发生，很多次遭到反噬啊，我们最后又在雨里啊，但还是改变不了这个结果。那我们刚刚也说了那个路透的那一场戏嘛，然后现在也没有播出到哪，可以给我们小小的剧透一下。这个阶段的他俩在心照不宣的做着对的事情，为对方好的事情，但是对方不知道。你看这个默默付出型吧。是的，有很多时候，在他刚被龙神治好之后，恢复本体之后往回跑。导演说那个镜头是这样拍的时候，我就想大家看到的是身形嘛，那可能在身形上，我想致敬一下六小龄童老师在《西游记》里的猴王出世的那一段。所以我当时选择了这么表现，去跳了一下，发出了一些笑声，想让大家看到纪灵的单纯。这一段其实大家都挺有共鸣的，都说哎呀，田家瑞本人就这样吧。是我本人现阶段不太会这样，也是我那段年少无知的过往。那纪灵和龙神也是刚才说的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性格嘛？那自己和自己演戏是一种什么感受？蛮新奇的。对面坐着一个替身老师，今天说我那边的词儿，就是我得跟替身老师说好，我明天大概会怎么演，我得把节奏对上，因为你要跟自己对节奏。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跟不同的对手戏演员演戏的时候，对方会有对方说词儿的节奏，那我们是根据这种刺激去做的反应，去接的下一句话。那可能自己跟自己的时候，就是我得提前想好谁是进攻方，谁是防守方。可能作为纪灵这一片，我是一个进攻方，我就得想好我那边是怎么防守并且反击的。其实对演员来说，这种戏也是挺爽的，演起来。如果演好了的话，大家觉得还可以的话，我是蛮有成就感的。最一开始刚被龙神捡到，他还没成为龙神，没接到这种使命之前的一个阶段，他是一只盲眼小狐狸嘛，他是被龙神救下来的嘛，就是在刚救下来中间的那一段，能待的地方只有一个空荡荡的地下室，你就相当于是咱们现在的地下室，然后通过，算了，不能再说了，不能再说了。比他发现自己是一只木偶要心疼得多。大家都知道那是龙神做出来的一个木偶，让他代替他怎么样。我心疼的这个阶段的纪灵是他真实经历过的。纪灵身上有没有哪些被大家忽略掉，或者是还没有大家被发现的那种特质？有一个特质就是他报恩。到现在为止，可能大家看到这个傻小子，一个单纯的、聪明的、善良的，但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报恩。其实就是自己跟自己演戏，直到剪出来之后，我才知道是什么样。当时在演的时候，我只能确保我这一撇自己跟自己没有问题，但是我不知道两边的自己加起来之后是什么样，会不会很出戏。那你看到剪辑之后，觉得可
可以给自己打多少分？90吧，我觉得还有进步空间。大家也一直都在猜测后边的剧情，然后有很多人说是什么全地狱呀这种剧情嘛，然后对于后面的剧情可以剧透一下吗？对于纪灵和陆无一来讲，我们这个戏的结局真的算是一个挺美好的结局了。可能对于我们观众来说，可能觉得还是两个苦那样吧。一点也不美好，对我来说。啊，你知道结局啊？我不知道，但是我看到了一些。他俩的这个身份和出身就没有办法。他在最后一次回溯到我身边，发现我还有一口气儿，我俩的一场对话，真的是蛮戳我的。那场对话真的是把这两个人整一部戏里前期不敢说的话全说了，是真的是掏心掏肺，不掺任何一句假话的。不会是最大的虐点？不算是虐，我不觉得算是一个最大的虐点，但是挺虐的。挺不嫌弃的那一块。那这剧中这个前期也有很多陆一来撩那个纪灵的戏份嘛，然后包括撩龙神啊这种，然后在跟剧进去对戏的时候，你们两个有讨论哪些吗？讨论啊，这场戏该怎么演？这场戏想表达的重点是什么？暗示我什么？想跟我表达什么情意？纪灵龙神的话呢，可能是看他接不接受这个情意，会探究一些戏的方面的一些重点。也不能叫统治吧，只能说适配吧。这个人少年感比较强，佩戴抹额来去增强这个角色的少年感。那我们也有有列举了几部你之前的抹额的造型嘛，你可以看一看有没有喜欢的。我都挺喜欢的，其实，就是每一个角色的魅力和点不一样。算是吧。跟小居是第一次合作，跟曾哥、跟嘟嘟呢，跟其他人可能是合作过几次了。因为我喜欢一种快乐的工作氛围，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在快乐的工作氛围下才会更有信心和有那个点去演出更好的东西。觉得可能把现场的氛围搞好一点，每个部门都能欢快一点，减少一点压力，不然沉沉的、闷闷的，大家都不开心。剧组的其他人，你觉得会是在剧组是什么担当呢？小居我觉得是捧哏担当，你光一个人搞笑可不行，得有人懂你的搞笑，听你的搞笑。小居是无论谁，可能逗他或者说跟他说些什么话，她都是最捧场的那个，还笑的一个女孩子。嘟嘟是高智商担当，像一个小百科一样，从这个学霸的角度跟你探讨一些事情。嘟嘟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是，他有一些天马行空的点，是你想不到的，他突然给你蹦出来一个。可能这种东西可能在我的笑点上，就是聊着这边呢，他跟你说个别的，思维很跳跃。曾哥是一个气氛担当跟捧场担当的结合吧，他是一个比较全能的人。那和夏之光，我看你们两个说不能对戏，对戏就要笑。我跟夏之光演戏容易笑场，就是看熟人装的感觉。我俩就是一种完全没有办法共同演戏的状态，私底下聚的比较多，然后比较聊得来吧。演起戏来，我俩之前在各自的采访当中也提过这个事儿，就是可能有点看熟人那个啥的感觉。但是我跟他在一块，我很放松。你俩的气场好像有天然的很合的呀。给你一种很可靠的感觉。但之前曾瑞熙爆料说在剧组怼不过你。小天的嘴就是很难吵得过他，脑子转得快嘛，年轻。他怼不过我是纯他让着我，就对我的一种溺爱，不想跟我怼，但是我老开他玩笑，我老跟他闹着玩，就是他一个哥哥嘛。哥哥对弟弟。但你愿意说什么说什么吧，就是你闹就是你闹吧。那这次也是和嘟嘟第3次合作嘛？你觉得他戏里戏外这次有什么反差感？他把勿忘言那个角色身上该有的那种隐忍，还有那种不能说的东西演得非常的把握得非常好。其实这种东西比像纪灵这种外放的东西，它其实难演多了。可能在于一些眼神或者是一些细节出来了。不扇巴掌别找我。那下部剧，我现在拍的这部也扇，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了，这么爱看我扇巴掌。属于田家瑞的。关键是我是被扇的那个，我不是扇人的那个。哎呀，没招，他俩年纪太小了，就是他俩精力太旺盛了。我看你都拽不住他俩。真的拽不住，精力太旺盛了，而且他俩很粘人。这个乳酪啊，又有心眼儿，天天溜那个夏天。你比如说两个人要开始打架了，他把这个战争挑起来之后，他只要发现我在看他俩打架，他就不动了，他就看着我，一边眼神瞅着我，一边就不动了。你打吧，你能想象吗？就是剩下夏天一个人傻傻的在那儿咬他。夏天也没有什么
么应对措施？没有应对，因为夏天他意识不到你在看他。水水更活泼一点，他看起来像是乳酪更活泼。他俩都挺活泼啊，但是开团的是乳酪，夏天秒跟。哦，我看你上次春节的这个直播出去遛他俩，遛了几步就已经气喘吁吁了。真的不行，他俩劲儿太大了，这遛我呢这是。我家那小子里面也有给那个于承恩做菜嘛。啊，最近有新学哪些菜吗？哎呦，最近没时间新学菜，最近一直在沉浸于这个剧组的拍摄工作和这个咱们的宣传工作当中。有时间的话，我会多学几道新的菜。这公众锤我黑掉是吧？我直接模仿就行了是吧？对。哎，我懵的，手机。然后完了。好嘞，那我们结束了，采访结束。好没得，涛哥，快点噻！快点噻！太阳都要落山了。太阳都落山了哈。你打我噻！你打我噻！你打我噻！这个不得行哦。最后一个进球。是不是？最后一个。啊？这坨戏很复杂，真的，我搞不清楚逻辑这块。可能只有剪出来，我们才知道谁打了谁，是谁死了，谁活了，谁怎么样了。是的。现在干啥？这来了，反正就开了。呀掰呀！来喽，过来，来1、2、3，上！往前。1、2、3，新时亮！来，停！这风有点好。然后第一次新时亮的时候，理解，龙神没有遮挡的反应，你还是被强光有一点刺眼。对，还是有点遮挡。龙神带着高光美瞳，他没事。我免疫了吧？那我不光录一档啊，在你啊。站的时候前面风不要停啊！别太大。豹哥，你这一下我不得帮他挡一挡吗？是吧？徐哥后面小一点点就行了。